嘿，大家伙儿早喽！4月21号星期日，今天阴天了，把这件衣服穿上了。看，大家可以看我屏幕上的心率数据，应该会慢慢越来越高。昨天举完相机以后，今天胳膊都疼了，太缺练了。今天就跟大家聊聊这双鞋，能看清吗？平一点啊！这双，飞影 PB 4.0，我今天到现在已经跑了，我现在没法看，可能快10公里的样子吧。昨天穿它跑了22，是第一次穿它正式训练。一会儿咱们聊聊这个。今天有比赛的小伙伴，差不多现在北京时间应该开始准备了，给各位隔空加个油。而且有个比较尴尬的事情，昨天晚上家属说，明天早晨吃点什么呀？就吃米饭吧。说那你早上起来把饭焖了。像我们家吃饭就是我早上走之前把饭焖上，今天我给忘了，只能吃bagel了，有冻的bagel。看着龟呀，行，那咱一会儿换个视角聊鞋啊。哎，这好像是我们跑团的小伙伴。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100 kilo 摆动70啊 ，OK 啊，摆动那自然。哦，小伙伴们看见了吗？我遇到了这边叫什么水部还是什么大阪100公里的比赛。还有大家们，我之前考虑那个佐吕间湖那100公里之前，就发现那场比赛之前，我考虑过这场，因为就在家门口，不是在大阪城跑100公里，那太可怕了，得跑30个来回，33个。他们是在这儿出发，然后去电川河那边，然后一直跑到梅芳那边，就往京都那边跑，然后跑折返，在河边。当时没考虑的原因是发现了那个佐吕间，但是现在觉得家门口的比赛人挺好的。我就说嘛，一进大阪城看好多带号码布的人，然后而且还特慢。我说这不像是个比赛，怎么这么慢呢？刚才我们那3位小伙伴是70公里组别的，然后出发时间什么都不一样。お姉さ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哎，周日的大阪城都是熟人啊，可能粉红色的号码布是70公里，然后蓝色是100。我不知道，我一开始以为粉红是女子，但是看起来不是。刚才看小伙包上挂了一水杯呢，那天儿不凉呢。不知道他们在大阪城要绕多少，应该是要凑一个距离。那咱们一边看比赛，一边跟大家聊聊这双鞋。飞影 PB 这些，我从初代啊，你好，又见面了，又见面了。今儿你换了件，我穿上这个了。这个好像他们是100公里啊，是我看背后贴的100公里。对。他们在这儿折几圈就要去，应该是要去电川河那边，就是往京都跑，然后在那河边折返。我之前看过这场比赛，我还想报名呢。后来看见那个佐吕间湖了。跑团的小伙伴们跟他们打个招呼。
マキさん、岡田さ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田中さん。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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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来豆。他们应该骑车是吧？不是，他们几个人应该是骑车，对。啊，他们在大阪城里凑一点距离就要走了，应该，而且是分组出发，就是你可以选择5点还是6点还是几点的起跑，好像。哇！100公里跑得慢呀！不是跑得慢，但是时间长。来豆，来豆。你今天跑多少？我今天21。我今天比昨天见到你的时候跑得多，我今天跑了11公里。现在你呢？跑7公里，我今天跑了15就好。啊，差不多正合适。我开着机呢，跟大家聊这双鞋呢。这双鞋刚说飞影，我从第1代到2.0都穿过，然后之后没穿过。第1代是自己买的，之后是厂商找来的，后来就不找我了。然后这一代不是厂商找来的，是朋友介绍的。你穿过这鞋吗？没有，没有。对，我试过，前掌比较宽，我脚比较窄，然后穿进去感觉会左右晃。我穿还行啊，我穿前掌还行，但是它反正我觉得从最早开始，从第1代开始，这些穿的时候就感觉有。咱们小伙伴，咱们先说缺点啊。缺点是中前掌的鞋面不太舒服啊。一是有点硬，二是它那个鞋舌头设计的是缝死，一边缝死的，我这对吧？这个也有好处，但是穿的时候老觉得心里不踏实，因为蹬不动。主要是中前掌的鞋面有点包裹的差一些。然后好处呢是，反正国内跑鞋的这种回弹的感觉，咚咚咚咚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它跟 Nike 和 Asics 的那个回弹不一样。在前面有 cosplay， 我没穿过阿迪达斯，就是这双鞋的回弹是那种像，怎么说呢，有点就是相对软。来豆，阿迪达斯会更韧一点，是吗？没那么软。阿迪达斯我只试过一个号，但是没有跑过。前面那么大的部队，跑，这样你看看，你跑动吗？你看这鞋加速以后呢，相对觉得鞋底儿没有那么硬，然后但是能明显感觉出鞋底儿的厚度，还有就是它有点像就是它是柔性的回弹，不是刚性的，有点像那个惊叹 Fly， 比那个又激进一点。那双鞋我的判断是大概3个半小时到4个小时的成绩的人穿一穿，这双鞋我的判断可能是3小时到330。哇，这么多人，看他们前面是先头部队吗？哎，你们看一下我加速以后跑的，你有点像那谁，西安的那个 C 神，你看不认识，不认识，他不是有名的人，但是成绩很棒。哦，啊，粉色的是70公里，蓝色是100公里，还有伴走，可能是视障人群。看兄弟脑门上背一杯子。小伙可以啊，338先导啊，他们要跟着这个跑，有意思，累不累？昨天跑了得有30.7，可以。后来昨天下午去京都了。昨天下午去京都了，哇！对你给我发微信了，对，当时我正在直播，还跟观众们说了呢。热吧？热，太热。而且旅游季还没过，好体力。后来就在那儿买了点那个
果子，就是点心啊，点心，坐在家川旁边吃啊，那挺有情调。啊。这鞋我觉得吧，我可能不会穿它去比赛。这鞋足够轻，这鞋比至少比2.0那一代轻多了。就一上手感觉，我觉得是个精英鞋。好像说是100，就是41码是190个左右。是吗？啊，因为我没查到官方信息，我也没称，差不多就挺轻的，跟像拿到那个 Edge 差不太多。啊。但是呢，因为就是它的鞋底还是我觉得不够激进，导致呢穿上以后略微就我的速度和能力，我觉得有点粘地，就不那么清脆。主要是前掌，它的前掌和那个BY 惊叹差不多，就是前掌会导致像我这种跑法、这种落地姿势，会有点顶大脚趾，就是它脚会在鞋里往前顶。那双惊叹有时候也会这样，但是慢下来就没事儿，快起来会顶。一般我会把那个鞋带系紧一点，就是脚踝那边用那个跑者系。我知道那样系，对。但是我因为足弓比较低，我如果那样系的话呢，足弓就特别容易疲劳，所以我就不那样系。但是优点是什么呢？这双鞋我觉得就像刚才说的，如果在3个小时出头的小伙伴想找一双比赛鞋、训练鞋，我觉得这双鞋挺棒的。而且我因为朋友送的，我不知道价格，我看了一眼鞋盒，官方写的是899，淘宝的话大概还能再低，对吧？那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价钱。因为之前差不多这个价位的，像 BMAI 的鞋，那双惊叹 Fly， 说实话，3个小时就像这位小伙穿，就感觉有点软了。飞豆，他们骑车走了。所以我觉得你要有机会可以试试，但是可能你现在的能力也已经可以再超越他了。主要是我觉得买鞋的话，可能更看鞋楦一些，是吗？咱们掉头，就是穿着比较合脚，对。但是这方面其实我不太懂啊，我觉得大家好像都差不太多。差的比较多，是吗？就是一般亚洲人会脚比较宽一些，像那个欧洲人或者对，这个我是知道一些，但是好像我不管是穿 Nike 还是穿国产的鞋，好像宽窄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敏感的感觉。你可能每个人感觉不一样。大不对，我穿上去第一反应是这鞋，我判断鞋其实就几点：第一是轻不轻，第二有没有劲儿，然后第三稳不稳定。稳不稳定就是落地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让你几乎竖直向下。因为如果鞋底太软的鞋就会有不稳定。一看见对面跑来的人就不自觉的加速。今儿去哪儿玩？今天应该就在大阪逛逛，买东西。买东西该回去了哈。明天去环球。去环球。那走。可以。来走。70公里还可以，100公里是很挑战的。他们跟我说，100公里的比赛是从80公里开始的，好多基本上最后坚持不下来的都是80公里左右退掉。这个完全没有概念。你要说50公里，我可能还大概能。我也没有概念，我也不知道。我打算哪天试一试。而且没想好穿什么鞋，应该是要在中途换一双的。它50公里有一个存包点。在中途应该要换一双，要不然这一双鞋就是跑鞋，其实还是有衰减的。是有。对，小伙伴，这双鞋的衰减是因为它的底儿相对的回弹或者说中底设计是相对不是那么硬的，所以它的衰减也会相对明显一些。
就像 Vaporfly 的衰减也会明显一些，相对于 Alphafly， 但是没办法，我穿不了 Alphafly。但是这双鞋适合我这种脚型，不顶足弓，也不磨脚。因为我昨天第一次穿22公里，回去还挺舒服。来豆，他们应该就不回来了，就是这100公里可能就出去了。终点就不在这儿了，是吧？行吧，小伙伴们，一会儿再跟大家总结一下这双鞋。总体来看，我给它打70、80分的样子。一会儿咱们再聊。4月21号星期日清晨7点，训练结束，第2个训练日，还是21公里，平均配速5分钟，平均心率141。偶遇了那个100公里的比赛，我都忘了今天这边有这么一个100公里的比赛。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超级马拉松。他们这个比赛不是越野，也是就基本平坦的路面的马拉松。我回来之后还在大阪城里折返呢，不知道要跑多久才去那边的河边，还是说我记错了，不是那场？按说应该是那场，就不可能在大阪城里完成100公里。那跑到最后怎么数圈啊？我也没看见地上有计时毯。这双鞋接着跟大家说两句。缺点刚才说了，就是这个地方我找一个台阶儿，好，这儿看啊。缺点是就是这一块，那位小伙说他的脚比较窄，他觉得这鞋宽，我倒还好，我这儿基本上填满。缺点是这一块的鞋面，尤其是有鞋舌头这一块，和以前的飞影几代，包括就我穿过的2代之前，包括 2.0， 都是这一块感觉比较硬，但是其实摸上去不硬，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另外就是刚才说的鞋舌头，它有一边是缝死的，我明白它是好意，但是呢，像我这种强迫症的性格呢，穿起来缺少一点安全感，因为我特喜欢蹬得比较紧，但是它蹬不紧。然后优点是你们看这个鞋底，这个中底，还有整个的这个感觉，就觉得特别有劲儿。就如果您是，我觉得啊，平均配速在4分到4分20，或者咱们再多说一点，3分50到4分半之间的小伙伴穿上它，会觉得比较有动力。再快的话，它有点粘地。所谓粘地，就是你这样踩下去到抬起来的过程中，因为你不像我们平常试鞋就这么去试，你老觉得鞋底还够厚够硬，但是呢，它这种回弹你踩下去，像我现在的体重和力量还有配速，我踩下去就觉得有点软了，这是我个人的感受。然后同时呢，这个地方会有点顶大拇指，并不是因为鞋小，这鞋不小，差不多你看基本上能容下1指还要多，这些不小，它就是可能这个地方的包裹设计就有点像那个惊叹 Fly， 我也穿上会有一点点，就是如果跑得快的话，跑得慢没有问题。所以我才说这双鞋适合差不多马拉松要破3的小伙伴，训练和比赛都很 OK 的，因为它毕竟很轻，然后价格呢也很相对的亲民吧，相对的就很就不很贵啊。你要是非官方价的话，可能还能更便宜，能便宜不少。我觉得它是，就看还是刚才我那定位，因为我穿过的鞋不多，我就拿我穿过的比较，大家应该能有概念。就是比它再慢一点的人穿惊叹 Fly， 比它再快一点的人呢，就可以考虑更激进的竞速鞋。像我现在的能力水平训练来说，如果在它和 Vaporfly 2还有 Vaporfly 3之间选，我觉得不分伯仲，都各有优缺点。优缺点在我身上体现的都比较明显，都是我刚才说的。如果是比赛的话，我现在如果比赛，我应该不会穿这双鞋。这是我的判断，就比赛来说 OK 吧。感谢在北京的那位小伙伴，感谢厂商，还是挺酷的，真的挺酷的。最近会频密的穿着它训练，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日常训练还是很不错的。好吧，那就这么着。
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看到这部视频的时候，各位参赛的小伙伴应该都已经结束了，大家应该都有开心的一个上午，100公里的小伙伴们应该有开心的一整天。那咱们加油干，咱们明儿见。